歼20开放式架构显微，全部换装中国芯，航电版本快速升级，这加剧了美国人的焦虑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太平洋对岸，美国人正在为 F-22战斗机的升级发愁，想要为其配备分布式光电孔径系统，但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安装；想配备头盔瞄准显示器、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也没有接口，甚至如何将 F-22的数据链升级到新标准，能与其他的战机联网作战，都面临着困难。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开发 F-22隐身战斗机时所使用的封闭式航电架构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采取封闭式架构的 F-22就像一台没有标准升级接口的笔记本电脑，最终导致了 F-22在几十年后面临信息化水平低、态势感知能力差等严重问题。而中国的歼20战斗机和美国的 F-35战斗机因为有后发优势，全面使用了开放式的架构，就像一台可以随时升级的台式机，性能正在不断的迭代升级中。据微信公众号央视军事报道，参加珠海航展的歼20飞行员透露，此次来到珠海航展现场的歼20已经全部换装中国芯，战机的航电版本也完成了全面升级。这也意味着歼20正在采取小批量不断升级的方式。这一批次的歼20战斗机换装了国产的带有锯齿状喷口的涡扇10发动机，而且雷达和航电设备的软件也进行了升级，战斗力因此而获得了全面进步。很多人只关注新机型的亮相，可能轻视了这种进步，因为真正决定战斗机作战能力的，就是为其配备更好的雷达、航电、导弹以及更加优秀的操控系统。如果说 F-22因为采取了封闭式的架构，几十年几乎都处于 1.0 状态，而歼20可能已经出现了 2.0、2.1、2.11等不同的版本。老版本的歼20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，更快速地进行升级，而新版本的歼20可以用上最先进的雷达和航电设备。在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，歼20战斗机正在变成西方标准的 5.5 代战机，或者将通过配备中程僚机而无限地逼近6代机的水平。美国的 F-35战斗机虽然也采用了开放式架构，但是因为该机的定位就是联合攻击机，在最基础的飞行性能方面全面落后于歼20。也就是说 F-35在物理性能方面的落后是病根，这个是通过开放式架构也无法改变的。美国人把 F-35称为重新定义未来空战的标志，其核心进步是联网作战能力，但是这些能力歼20都具备，而且歼20还拥有 F-22和 F-35各自的优点。这也是美国空军越来越感到焦虑的根本原因。一款战斗机是否研发成功，取决于性能指标、装备规模，更取决于改进潜力。就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隐身战斗机而言，歼20似乎是在各个方面都没有明显的短板，就算有短板，也可以在以后的批次中得到解决。一旦该机配备了涡扇15发动机，将在各个方面全面压制美国的 F-22和 F-35。论战斗机的创新速度，恐怕美国人以后只能在中国航空人的屁股后面吃灰。总体来看，歼20这次在珠海航展所展示的最新批次的改进版本，说明中国在研制先进战机方面已经走上了自由王国。每一个批次的歼20都会用上最好的雷达和航电，估计美国人想想都感到后怕，因为他们真的有可能落后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